离开这里快200年了，只怕已经是物是人非了。所以说，这里是乱星海之外的另一条。包子，谢谢老板。竟然连语言都不一样。自然，这里是天南大陆的最北端，西国。再往南走，经过数个国家，就到我出身的虚国。韩兄，原来不是乱星海人士。实不相瞒，韩某当初也是无意中去到了乱星海。韩兄此次重返故土，可谓是衣锦还乡。莫不是还有很多故人要去会见一番？何来的衣锦还乡？当初也是形势所迫，才被进行。而如今过去了那么多年，不提也罢。韩兄，此地门庭若市，其间滋味定然颇有妙处。我们2个小女子，人生地不熟的。你可得好好尽点地主之谊啊！那是自然，好不容易回到俗世之中，总是要一尝口舌之欲的。眼下你们言语不通，不妨先进去坐下，我去帮你们置办些东西。没想到这风日城附近还有修仙方式，倒是挺像当年的太南小会。只是如今天南的格局已经殊为不同，被魔道6宗、正道盟、天道盟、9国盟4大势力把持寡占。正道盟与魔道6宗针锋相对，纷争不断。其他10余个小国联合起来成立了天道盟，加以制衡，3家成鼎足之势。而大陆南方还有9国盟盘踞，只是近年来时常被木兰草原部落进犯，9国盟不堪其扰，向3大势力求援。3者虽不情愿，但唇亡齿寒，也只得轮流派出人手支援。如此内外制衡之下，反倒让如今的天南处于相对均势。一个吧，哎，你再仔细瞧瞧。哎，别走啊，我得便宜点儿。眼下所处的西国，正是天道盟的一员，位于大陆北端。暂时一时半会儿还波及不到这里，也算是万幸了。唉，最近依靠丹药增进修为，似乎遇到了瓶颈。尽快寻一处灵气充沛之地，准备接应吧。看，哎，你看，云梦三宗又要开山选拔弟子。哎呀，可惜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能被看得上？这云梦三宗倒是实诚，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在距离凡人城镇这么近的地方招募弟子，对修仙之事、仙凡之别丝毫不加遮掩。这云梦山灵气充沛，是个好去处，不如就选这里吧。古剑门只招剑修，百巧院专注炼气，落云宗擅长炼丹，倒都挺适合我的。这是……是啊，要怎么样？是啊，干什么呢？我百巧院以炼制法器之道闻名天南，门中更是不乏各属性流派功法。得以2位仙子天资，若是加入百巧院，那岂不是一桩美事？莫非2位是有什么顾虑？紫菱姐姐，她刚刚是在问我们什么？她似乎是想招纳我们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等韩兄回来，万一他要用强，我也会设法带你一起离开。不说话。
不良于眼，那真是身残志坚呐！老朽佩服之至，二位莫慌，老朽呢也是真心实意想招揽二位。要不这样，二位仙子先随老朽回宗门，再细细商讨如何呀？副长老还真是老不休，竟然在此唐突佳人。不愧是落云宗几百年难遇的天才。宋仙子这通明灵犀的神通，真是越发厉害了。老夫啊，我看你是老宅子着火，动了凡心了。不过可惜啊，这二位仙子未必能看得上你这把老骨头。你可姓白的，你就要逞口舌之力，那我百草院也是有青年才俊呐。不是老光棍就是失心疯，哪来的青年才俊？既然人都到齐了，还是抓紧办正事吧。事成之后，我还得早些回去练剑呢。那便走吧。韦道友，还请考虑一下百草院，随时欢迎两位到访，届时报上老朽的名号就行了。老傅啊，你又欠了我一次。要不是我们及时出手，你的命也就交代在这儿。那人的神识格外强大，且隐藏得十分高明。若非通明灵犀感知到一丝杀气，还发现不了他，恐怕是一位元婴强者。老夫确实草率了。唉，本来只是想试探一下那两个生面孔，今日来西国境内，来了太多外来人了。眼下各方势力都蠢蠢欲动，木兰和九国盟那边也不太平。听闻除了第3部之外，第2部还有第4部，也都准备挥军参战。若真是如此，恐怕天南又要乱起来了。相传，在这云梦山脉深处，有一棵灵眼之树，已活了数万年，与金雷竹养魂木并称修仙界的3大神木。据说，减轻结婴时心魔入侵压力的灵药定灵丹，也要依靠此木的神液才能炼制出来。若是能得到一些就好了。这云梦3宗能聚居在这地界数千年相安无事，自然有些手段。实在是厌烦了被人追来追去的日子，找个宗门，借助灵脉之力，老老实实的突破元婴吧。等进阶之后，天大地大，何处去不得？百巧院多招揽修仙世家弟子，古剑门最重视弟子的灵根资质。倒是这落云宗，功法虽杂而不精，倒没听说有何收徒限制。谢谢，谢谢。别挤啊，别挤啊，一个个来，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。点哈。哎，您怎么了？感谢神仙呀！要是没有你们呀，我家小宝可能这次就过不去了。是啊，但是丹瑶
有点苦，吃起来还硌牙，不如饴糖好吃。小宝，不许胡说，童言无忌哈！伸手啊！给孩子的药。等会儿啊。孩子的药是，行啊，孙世侄，看来上届炼丹考核能考倒数第一，还真不是没有原因啊。奶奶，后面的人来我这儿排队吧。咱们去那边。你哪里不舒服？哦，入门测试啊，那边。高高在上的修仙者能为凡人求医问药提供医诊，谢谢。就算一年只有1、2次，也是难得的善举。而且听说这落云宗只要基础功法修炼到一定境界，即使灵根再差，他们也会收下来，算是有教无类。行啊，就是你了，落云宗。天有飞剑！已经许久没有用过飞行法器了，放哪儿来着？哎。算了，走走也好，就当是好好看看这落云宗的环境吧。这淡淡的云雾，似乎会对炼气系修士产生影响。入门测试这就已经开始了吗？方师兄，这新入门的散修怎么感觉人变少了呀？而且这一个个看上去根本不合格呀！哎呀，还不是我爹有一次破例收了个炼气8层的散修，给外界产生了一个错觉，以为咱们的收徒门槛很低。反正世剑大会4次输，输完古剑门就输百巧院，输完百巧院又输古剑门，啊，再接下来没得输了，啊，就算有好苗子，也都被2大派挑走了。不过呀，也不能小看这些散修，谁知道里面有没有被埋没的天纵之才呀？哪来那么多天才呀？务实一点，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呢？这是什么呀？哎，看那里有2位前辈，好厉害啊！好厉害！这就是幻阵吧？哎，我第一次见。好想入门啊！行了，诸位，双灵根、3灵根、特殊灵根的，一会儿跟他走。炼气功法10层以上的，随我来。剩下其余人等在此地等着吧，一会儿会有人带你们去参加试炼的。又白来了。哎，快看，又是那个老头。听我入了门的亲戚说，他次次都来，但总通不过测试。多少年了，一点没有资质之年。行，资质不好、没有机缘的散修，若想靠自己修到10层之上，还真是难如登天啊！此人修的是何种功法？为何散发出一种奇怪的阴森寒气，且十分隐蔽？若非身世达到一定层次，几乎很难感知到。不好的预感。且慢！你们之中有没有懂灵草的呀？我都没见过几只，穆师伯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的药园还缺人手，你来不来啊？药园，兜兜转转，又是药园。新来的叫什么名字？禀仙子，晚辈韩立。走。等等，牧师妹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倒也没什么，这入门试炼的流程还没走完。若是牧师妹那儿缺人手，那不如等我忙完。冯师兄，我们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。走。总算发完了，真是宁练10天剑，不做1日功啊！哎呀，你还有脸说？入门这么多年了，论这遍草识丹的本事，还不如人家新来的。师叔就别取笑我了，所谓人各有志嘛。哎，不过这位兄弟在草药方面确实有点水平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韩立。哦。这小韩兄弟一看就是实在人，嘿嘿，我看好你啊！入门之后，孙哥我罩着你。此子看来是个性情中人，不错。敢问牧师叔，这落云宗以往就是这样，施药开诊救助凡人吗？是啊，据说80年前，宗内的一位太上长老化作凡人。在这世俗界行走的时候呢，遇见一户人家，颇受感动。回来之后，便在这儿每年开设义诊，帮助周边城镇凡人。其实啊，就是些不成品级的废丹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还不如发给他们，还能治病，怎么能浪费了不是？师叔，你看今天的活都干完了，我约了几个师弟去消遣。就先走一步了哈。哎，小韩兄弟，回来了别忘了找我耍啊！哎，这家伙还是这么没正气。这之后的世剑大会该怎么办呀？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走，带你进山门。不知那位师兄如何称呼？他呀，姓孙，名字叫……哎呀，太复杂不好念，我们都管他叫孙虎。这落云宗啊，除了那座最大的主宗，平时呢作为2位太上长老的闭关之所外，其余呢还有天泉、火云、引剑、锁烟、白凤、幻石6座奇峰。每座峰上啊，都安排了2位结丹期前辈作为正副峰主。哎，看，那山脚下有一座附属方室，平时啊方便弟子交易资财。你这听了还挺认真啊。行了，最重要的信息就这些了。走，再带你去前面转转。你若有其他问题，自己去藏书阁翻书去吧。哎，那本书叫什么来着？《落云纪要》。你说啊，就这么一点点小事儿，能写这么厚一套书，那几位太上长老也真够闲得慌。冯长老好。参见冯长老。副师侄不必客气，早晚呢都是自家人。你身后这位就是新来还未报道的新弟子吧？可是今天跟我说过了，长老言重了，是我正要带他去见掌门师兄。老夫啊，刚从议事厅回来，今年的新弟子中竟然还有个断筋之体的天才。银剑锋跟火云峰为了抢人，差点打起来。哎，最后啊，还得我这把老骨头前去调停。要不，最后非得拜入老夫门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断筋之体，确实是好苗子。天色已晚，要不就由老夫来考察你。是。
炼气10层，看着年纪轻轻的，还算勉强可以。叫什么来着？是何等的灵根啊？师祖，师祖，弟子韩立，乃是木火水土4灵根。伪灵根。哼，应该又是那一套诸暨无望的说辞了。无妨，我宗啊，精于炼丹之道，此外还有符箓、阵法、炼器等等杂学。你呀，虽是伪灵根，但仍要勤加修行，切莫失了向上之心。若是有朝一日为宗门立下功劳，门内也会赐下筑基丹的。你随老夫来吧，问心符这一关的规矩还是要过的。若无问题，就跟卜师之一样归入天泉峰吧。是。问心符无非是探知根脚那些，以神识稍加掩饰即可。冯长老呢，既然让我多带带你，你是想看管药园，还是跟我学些炼丹之术呢？弟子资质愚钝，恐误了师叔大事，还是看管着药园吧。那这里可就交给你了。每年呢，只需要上交定量的药材就行。啊，这些是药园的令牌，以及各种草药的打理方法，切记不能出差错啊！我可是会定期前来检查的。明白。师叔还有何吩咐？哦，这个玄冰诀的功法，修炼时啊容易突破瓶颈。你若是在修炼上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来找我。如果有其他人来找我，你就说我闭关了。切记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，尤其是那个姓冯的。收徒有教无类，还会给凡人义诊。这洛云宗啊，真是越看越顺眼了。算是平安落脚了，先休息一下，明日再说。感受天地之间的呼吸，把它当成一个整体。这一批的丹药要的比较急，领完药材后就去吧。遵命。这洛云宗确实有趣，别的门派入门发法器或功法，他们倒好，发个底。散修当惯了，
这种在宗门内的感觉久违了。不过，若是修炼的话，还需在暗处另行开辟洞府。这地方倒是不错，就是还需要再雕琢一下。这聚灵阵当真精妙，这下不用担心高阶修士发现了。这家伙自从阴冥之地回来后就昏睡不醒，是吞噬大量阴兽精魂，又开始进阶了吗？好了，洞府就暂且这样，日后再慢慢收拾。接下来要冲击元婴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首先是逼出体内残留的风灵劲。发出，开始。很好，锁住了，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了。这风灵劲总算是解决了，不过总觉得体内灵气多了一分驳杂，不知是否会对结阴产生影响。听说这落云宗独门的定灵丹，除了可以安定神魂之外，还有清除体内丹毒杂质的作用。可惜原料稀少，一丹难求啊！袁师姐在吗？袁师姐，我尊火。是他，袁师姐又是谁？上一任看管药园的弟子吗？孙师兄有礼了。如今药园是由在下料理。哦，原来是小韩兄弟。那更好，你孙哥我呀，有一笔绝佳的买卖，有没有兴趣听听？你可知，在这落云宗，啊不，是整个修仙界，什么最重要？孙师兄以为呢？是灵石，灵石啊！所谓有才走遍天下，无才寸步难行。哎呀，就像你孙哥我吧，平生最爱3尺剑，前段时间花了数百灵石得了这柄顶级法器。锋利有余，韧性不足。这东西我来炼制，估计100灵石足矣。哼，他被店家宰了。可惜啊，大把时间都要用来修炼，哪有功夫去赚灵石啊？不过，你孙哥我呀，最近寻到了一条求财的好路子，那就是抓血云狐。嘿嘿，进化成妖兽的血云狐，深受门内女弟子的喜爱。但凡活捉一只，起码能卖出上百灵石啊！怎么样？我们前段时间发现了一只，可惜啊，让其跑了。嘿嘿嘿。可是，若是能有50年以上的黄金做饵，嘿嘿嘿，嘿嘿。师兄，你原来是来借药材的呀？这园内确有你想要的东西，但在下只是个管事的，确实没资格调用，否则没法和穆师叔交代啊。此人交友广，看起来也是一位难倒的英雄汉。举手之劳，图个门内眼线也好。哎呦，师兄若是手头紧的话，在下入门前倒也有一些积蓄，可以暂时借与师兄使用，去方氏另买1头黄金。小韩兄弟，大气！算孙哥欠你个人情，事成之后双倍奉还，相信我，一定没有问题。3日，就3日。
哈哈哈！等我好消息吧！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哎，大意了，大意了呀！哎呀，韩老弟，我大意了，你听我解释，是这样的，那雪云狐动作飞快，叼起黄金，一溜烟就跑了，那绝对不是普通妖兽，是稀有种啊！咱不甘心呢，为此特地借来了数个迷踪阵法旗，只是目前操控阵法的正好还缺一人。我看，韩老弟，你来吧，我也带你出去走走，别老闷在这些日子闭关修炼大隐居时，总有些心绪烦躁、无法静心的感觉。是到瓶颈了吗？罢了，出去走走散散心吧。孙师兄既然都这么说了，就走一趟吧。我还真有些好奇，这雪云狐长什么样子。就知道韩老弟是个讲究人，这阵旗拿好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。好，走着。来了，行动！雪云狐一定要让我抓到啊！死了？这阵法不是只能困敌的吗？身体冰凉，也没有脉搏了，似乎真的死掉了。一定是你们这阵法有问题。狐兽生性狡猾，小心有诈。孙哥，要不咱们把这法阵撤了吧？万一真有问题呢？这鬼东西真的没气了，这下又白忙活了。青龙之气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韩老弟，追的方向不对啊！师兄莫慌，那小东西使了障眼法，我正在用法器追踪他。跟着兄弟，走！还是那个，往石壁里去了。五吨你们都不会吗？那等着吧。这灵气的痕迹，与那九泉灵身的清冷之气倒有些相似。难不成这次又遇到什么天地灵物的化身？客人远道而来，何不进来一叙？
阁下竟是结丹期修士，这敛气的功法很不错啊，连我都差点被骗了呢。神识间无法感知到任何灵气波动。原来是前辈潜修之处，厉某失礼。不知前辈尊姓大名，与这云梦三宗有何关系？被忘却的不祥之人，是不配拥有名字的。这世间之人，也没几个记得我了吧？哼！此人修为莫测，为何会藏在这云梦山腹地？此处石室皆由青金石打造，也称作西灵石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炼器材料。除了用巨力破坏之外，任何法术和法宝的灵力对其都是无效的，是建造囚室的最好资材。青金石，为何从未听说过？有些东西只存在于蛮荒时代，用尽之时则会消弭过往。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我遇见的第一个活物。从灵力痕迹来看，此地至少有数百年未曾有人踏足了。寿元如此绵长，难道真是元婴老怪？晚辈在门内身负重任，实在不便停留。前辈有所差遣，只要不是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，晚辈愿意效劳。只是如何从这里出去，还请前辈明示。道友怎得如此心急，才到此地就要离去？我观道友似乎受困于灵根资质，结姻起来必然事倍功半。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能与我相见，也算是有缘之人。老身倒有一件宝物，可助你结姻一臂之力。宝物？当然是有条件的。一来，你要替我保守此地隐秘；二来，便是要替我去做一件事情。此物名为灵眼之玉，能助你在结姻时心神稳固三分。因为某些原因，我无法离开这间石室。你要做的，便是替我将此信函送交给某个人。送信？晚辈还以为前辈要我替你去杀个人什么的。我眼下受困于此，自是要修身养性，又怎会平白造些杀孽，扰了清静？只是送信的话，晚辈自当效劳。灵气盎然，似乎与那清灵之气有些相似。怎么样？我这只灵眼之玉，可是快孕育出化形之物的宝贝，带着此物修炼，必定可以事半功倍的。果然如此，那雪云狐就是沾染了此玉的灵气，身上才会带有淡淡的清灵之气。好了，那信函也在盒子里。另外，在我身后的石台之中，另有一个玉盒。你将那盒子拿来，将里面的东西取出。那东西是我的信物，连同信函一并送去就行。既是信物，前辈为何不自己去取？我若是自己能取，还用得着你？实话告诉你，这青金石也好，天火神令也罢，皆是老身为了自困于此所设。此话怎讲？曾几何时，我也曾是圆梦数一数二的修士。我主修幽杀诀，
功法通玄，但此法却有个致命的缺陷：一旦修炼大成，便容易心性迷失，嗜血成性。当年我自是心智清明，远超同级，种种仙男险阻也都平安闯过，便不顾他人的规劝，修炼了此功法。结果进阶元婴后，还是无法自制的陷入癫狂，最终酿成大祸，被人追杀，心神受创，还废掉了一条手臂。于是，我与道侣决定将自己困在这石室之中，这神炼的钥匙也掌握在他的手中。我们约好，每过一段时间，他就来看看我情形是否好转。就这么持续了100年。但是后来某一次，他失约了，再也没有来过，就这么踪形全无。无尽的岁月之中，我只能在这里孤寂的等着，只有找到他，才能解开这神链，让我不至于再次耗到大限来临。前辈之意是让我给你那位道侣送信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位前辈是否尚在人世，还未可知啊。当初他失约之时，我就猜测，是不是他遭遇了什么不测？但以他纵横天南的手段，理应不会啊。当初我和他约好，就算他真的遭遇了什么不测，也会将钥匙交与门下亲传弟子保管。找到他们，也是一样的。可笑吧，拼尽全力修到元婴又如何？最终只能落得这样的下场。若事实真是如此，那此人的经历还真是……就是死物，把符箓撕开，将盒子给我就行了。抱歉，我在此被困得太久了，一时有些失态。好了，撕了符箓，取了信物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可是将灵眼之玉这等世间难寻的宝物，都已经交给道友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迟疑的？自然，可晚辈还有些疑问，想请前辈解惑。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果然有问题。你不要过来！交易看似合理，经历也天衣无缝，但如此强硬的就将人拽入密室，怎么可能是什么善类？此物有毒！
陷入弥留之际时才可能形成。具有灵智，还会修炼此间的功法。看来这禁制不足以致命，只能暂时将其制住。石小肉身坚硬无比，只有元婴期以上的真火才能将其炼化。这里放着的应该就是石骁的精魂，难不成是当初镇压的不彻底，这才留有意识残存在体内？罢了，这些都不是眼下我能应付的，还是赶紧寻觅脱身之法。差点把你忘了，叶倒聪明，挺会找避难之处。话说你这小东西还真是命大，和石骁这种东西待在一起还能活得好好的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等等，红叶。你到底是谁？刚才变形攻击，绝不是一只低阶妖兽可以做到的。我是谁？刚跟我聊了这么久，这么快就认不出我了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活物。我是何时被影响的，竟没意识到这里不该有活物？怎么，我这幽杀诀的滋味还不错吧？这功法当真邪门，竟能影响他人感知，甚至能够骗过我如今的身世。不管这是什么功法，今天我之中只有一个能活。小弟弟，不要这么心急嘛，我马上会让你知道姐姐的力量。这灵气好像是活的，这东西在隔绝我的法力。不对，不是幻术，这下麻烦了。睡吧，小弟弟，安心的睡吧。姐姐会在这里陪你很久很久。
是怎么回事？这狼是这玉如意的器灵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看他，你竟然是魔摄！这气息又变回低阶妖兽了，这器灵看来大有来历，竟能自由行动。射来的身体，自然是有些不太适应罢了。你是母的？啊，对于有智慧的生物来说，请至少称一声姑娘吧，这样才显得有礼貌。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总该告诉我你的来历吧。来历？我不就是你手中的那个古堡的器灵吗？器灵？我当然知道你是器灵，可我还没听说过器灵会夺舍，更没见过器灵会说人话的。你没听过见过的事儿多了，习惯了就好啦。喂，你在干嘛呀？二者似乎确实有联系。韩某只是很好奇，既然你已然夺舍了这灵狐身体，那这玉如意多半是没用了。若是捏碎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不必试探了，我自是会随之烟消云散。毕竟，身为器灵太久了，早已与此物密不可分了。看来，只要玉如意在手，他就无法对我造成威胁。但此时疑点重重，方才已经被炸了2次，不能再上当了。道友，你可有备用衣衫啊？你现在肯定有一堆问题想要问我。首先嘛，称呼，你就叫我银月吧。来历嘛，我也记不清了。外表看似成熟，内里却像个跳脱的孩童，这是夺舍的后遗症吗？我只有一些模糊的残存记忆，虽然只有那么一丢丢。我却记得我是银月狼族的一员。银月狼族，似乎未曾见任何典籍中提及过。至于其他的嘛，我还要再使劲想想。他若真是那玉如意的器灵，银月狼族困在虚天鼎中，这里面似乎牵扯了些不得了的事情吗？那器灵夺舍是怎么回事？不是夺舍。要是器灵都有这种逆天能力，那修仙界不早就大乱了？这可是我们银月狼族的天赋能力——灵魂吞噬。若非今天遇到的是只灵狐，天生就与我们银月狼族血脉相同，能否成功，还真不一定呢。似乎之前被失焦的分神占据，神魂之力大打折扣。这么一解释，还能勉强说得通。不愧是韩道友，聪慧豁达，银月佩服。
宫闱的话就不必多说了啊。虽然现在疑点还有不少，但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，你既然已经有了躯体，那下一步准备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想离开道友，自行修炼，道友不会杀了我吧？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不过，你的功法神通似乎善于逃遁，那当日在虚天殿又是如何被结丹初期的我擒下？啊，我只是个器灵啊，是没办法驱动寄生之物飞行太久的。如果想要离开那个地方，只能通过被修士带出去这一条路。哎呀，一提到那天我就好气啊！那个顶好不容易裂开那么一小小条缝，我刚一飞出去，什么都还没看清呢，那场上就有6个元婴期的老家伙对我下重手，6个呀！对当日情形如此了解，又闪的看来他确实是那个器灵。场上还有3个结丹期的修士呢。这么说，你是存心让我得到这玉如意的？是因为落在结丹修士手上，日后更好逃脱是吗？那现场不还有另2位吗？为什么选中了我？一个戴个面具，奇丑无比；另一个阴森森的，好可怕哦。至于你，虽然相貌平平，但已经算是当时场上最正常的一个人了。听懂了，不过银月道友还是多说些恭维的话吧。在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些年来你并没有逃走，而是藏身在楚国代中，那岂不是将我的一切举动都看在了眼里？不错，韩道友这些年的经历、功法还有法宝，我都分毫不差地看在了眼里。所有？对，包括你身上那个神秘逆天的小绿瓶。既然银月道友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来，那我们不妨直截了当一些，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韩道友，你忍到现在才动手，银月已经很满意了。这证明道友确实是一个恩怨分明之人。若适才我没有出手挡下那狐妖的一击，想必道友根本不会给我机会吧？不错，但如果你在短时间内无法说服我，我还是会出手的。好，韩道友此番行事正合银月的本意。若道友不是个杀伐果决之人，是无法在修仙界走太远的。此等逆天之物，若是让那些大人物知道了，只会给你和身边的人带来无尽的灾祸。毕竟我可不希望刚认一个人为主，那个人就马上死于非命了。认人为主，此话怎讲？道友也不想自己的本命法宝没有器灵吧？银月呢，可以将元神从那玉如意中移出，充当这把剑的器灵。这样一来，不光此剑能威力大增，银月的生死也就掌握在道友的一念之间了。这等稳赚不赔的买卖，韩道友应当是愿意接受的吧？想找一个像银月这样有灵智的器灵，恐怕也不容易吧。器灵分离可疼了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才下定了决心。韩道友，你可要好好考虑一下哦。
认主，那便与我心意相通。生死在我一念之间，不必担心性命。本命法宝也确实需要祭炼。若是韩某随意相信这些只对自己有利的事，恐怕早就活不到现在了。银月道友，应该也有自己的目的吧？实不相瞒，残存的记忆隐隐告诉我，若有一天我能重新拥有身体，并且修炼某种秘法之后，在寄生之气的主人修炼至化神境界，飞升上界的那一刹那，我就能恢复记忆，获得真正的自由。所以，在此之前，银月一定会全力辅佐你的，因为拥有小绿瓶此等至宝的韩道友，是最有可能实现我这愿望的修士了。你说，对吗？银月以后会把自己所有的未来，全都压在你身上，忠于你，供你驱使，绝不背叛。若有一天，你遇到了什么危险，银月一定会死在你的前面。这下子还真是要热闹起来了。这东西的精魂还封印在那匣中，记在灵湖之中的残魂，实在又被银月吞了。在这重重镇压之下，想来是掀不起什么风浪了。不过这外壳坚不可摧，暂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将其炮制，还是将其留在此处。待日后再来解决吧。行吧，你的第一个任务找到出去的路，这对你来说不难吧？交给我吧，主人。以后请多指教了。你们说，韩师弟能得手吗？那妖狐如此狡诈，谈何容易？不过。韩师弟倒是深藏不露啊，会追踪术，还会土遁，难不成这韩师弟是什么大人物的后辈？嗯？哎，韩师弟，嘿嘿，哇，还真被你给抓住了！哎呀，真有你的呀，韩老弟！信不辱命，这小东西还真是狡猾，竟在里面兜起了圈子。要不是他最后灵力不济了，恐怕还真叫他给逃了。你看，这还真是稀有种，双瞳异色，还挺漂亮的。是啊，是啊，那可得严加看管啊，可别再让他跑了。哎呀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有了这碧云带，我看你这次往哪里逃！啊，这次能成功捕捉，多亏了韩老弟的帮忙。这样，韩老弟独自拿5成，剩下的咱们再分。好，一切都由你拿主意便是。嘿嘿。不过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就尽快将他出手了吧。诸位师兄恕罪，药园还需要打理，我就先回宗门了。改日再和诸位师兄一起吃酒。这回真不错，真爽啊！哎呀，这下跑不掉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没错。动作挺快啊。都是主人安排的好，不过那几个人竟然只用下等法器装我，哼，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吧！现在应该还没发现我不见了呢。如此这般，他们几人恐怕是又要空欢喜一场了。好了，走吧。我们去采购一些夷灵法阵的必要材料。
一直用这种短暂的禁制也不是个事。对了，主人，那失效的躯体你可得留好了，此物大有用处。可惜不是那么好炮制的，但好在以无残魂，难泄风浪，可以等你元婴之后再慢慢处理。还有，最好别让我离你太远，不然器灵和法宝的神魂连接会受损的。还有，还好缺少的几样材料倒也不算稀罕之物，门内的方式还算一应俱全，眼下还是完成器灵1灵最为要紧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。器灵1灵还真是棘手，若是出了什么差池，器灵本体便会烟消云散。但愿他能成功吧。刚才那是大功告成。不是你？是我呀，银月。有时是灵动可爱的少女，有时又是风姿绰约的贵妇。曾受困于无尽幽暗之中，人生寂寞。此时此刻，终于重获新生。就让我们一起揭开我神秘的身世吧，主人。主人。如此甚好。虽说你已是我的器灵，但我们之间不必以主仆相称。那叫你什么呢？公子吗？还是叫韩兄吧。好的，主人，收到，主人。你一直都这么爱说话吗？这不是在鼎里关了太久了吗？哎呀，你这怎么办呢？你说这是，你说这，哎呀，你就说，我不行。你去，这我脸皮薄，王师兄，孙师兄，韩师弟，韩老弟，你说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莫非是雪云湖出事了？哎呀，演的还挺像。什么都别说了，此兽是在我手中丢的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
这是此前借你的灵石，我现在就这么多，你先拿着，不必担心。再过几日我就闭关充期筑基，待此后的世界大会开启，我定有多个好名次，就可以赚取灵石还给大家了。哈哈哈！世剑大会，韩师弟居然不知道世剑大会？这宗内啊，无论是内门弟子还是外门弟子，无一不在谈论此事啊。而且，可也是我云梦三宗最隆重的盛会。韩老弟不怎么在门内走动，不知道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咱来给他说道说道。来，届时来观礼的那个都是结丹修士，平日可见不到，也是我等出人头地的好机会啊！哎，二位兄弟可知道，宗门昌盛与兴衰，什么东西最重要？你说。我觉得最重要的2件事，莫过于太上长老的实力和年轻弟子的天赋。没错，嘿嘿，所以说这世剑大会啊，正是云梦三宗为了挑选这天骄弟子而准备的。无论何等身份、何等修为，只要年龄不超过30岁，都可参加，并且如果真能进入前10名，还会获得开眼仪式的资格。韩师弟看起来只有25、6，嘿嘿，还是符合条件的。是啊，开眼仪式，难道大会奖励竟和灵眼之术有关？哎，这开眼仪式啊，要用到圣树纯叶，所以此大会也是我们落云宗、古剑门、百巧院瓜分圣树纯叶的一种方式。若是能在大会上力压其他2派宗门，就可以拿走纯叶1半分量。是啊，排名前几名都有顶级法器相赠，夺得魁首的，哎，还有一颗顶级的定灵丹，太上祖师程老祖亲手炼制的，带着他找结丹修士一准拜师成功。不过呀，还得先在门内出世中获得好名次才行。定灵丹、灵眼之术，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，世剑大会倒是个好机会。主人对世剑大会如此感兴趣，果然是为了那灵眼之术。那圣树对3宗过于重要，还共同设立了阵法结界。平日里别说是靠近了，连藏在这云梦山脉的何处都无从知晓。如今有着可以近前观摩的机会，自是不能放过。也是，方才听着2位弟子说，以这圣树留下来的纯叶为基，外加其他珍贵材料，便可以炼制出传说中的明清灵水，可让双目穿悟透视呢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只对炼器和筑基的低阶弟子有效。若非如此，上面那几个家伙也舍不得拿出来当奖品。不过主人现在装成了炼器期，若是战胜那些筑基期的弟子，是不是有点此类比试总会有大族弟子参加，以家世和传承力压，想混入前10并不难，可是获得第1名，确实太过招摇显眼。哎，到时见机行事吧。主人的烦恼还真是跟别人不一样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若是错过了这般良机，这灵眼之术还真不好接近呢。若是能得到这灵树纯叶和定灵丹，倒是一件好事。先通过初试吧。师叔，听说你要参加这次世剑大会的宗内比试？是，穆师叔何以教我？哦，没有。参加比试嘛，多多磨练是好事。尽力2位就好，莫要强求名次，以免伤了根本。多谢师叔指点，在下明白。正好我也要去观战，既如此，顺路带你一程吧。谢师叔。穆师叔也会参加吗？各峰都有内定名额，可以跳过这一轮。
门内比试我就不参加了。牧师们，牧师们，许久不见啊，近来可好啊？好得很，不劳挂你。我们走。师妹，在下可是在哪里开罪于你了呀？你我二人结成道侣一事，两家的长辈都已同意了。师妹，你又为何拒我于千里之外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此人死缠烂打的。虽是长辈之言，我却无法认同。至于你，什么时候修为追上我了，再来提道侣之事吧。否则，休想碰我一根手指头。还不快来！有意思。牧师说身后跟着的那个男人是谁呀？之前怎么没见过呀？少在这里！看来是落花有情，流水无意了。老弟，一会儿说啊。这位师兄，我记得你，我们是同一批登的山门。在下杜东，师兄请了。原来是杜兄，在下韩立。师兄是个明白人。穆师叔今日带师兄同行，出于何意？想必师兄明白，兄弟就不多嘴了，只是想借机打听一下，穆师叔此前有没有和师兄说过这世剑大会有关的事情？哦，这倒没有。莫非杜兄这听到了什么内部消息吗？师兄说笑了，在下身份低微，哪来的内部消息啊？既如此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，改日再去找师兄喝酒啊。韩兄为何要故意吓退对方？难道不应该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吗？此人身份不明，还是让其主动疏远我吧。长老驾到！看来都到齐了。世剑大会之前，宗门内先进行一轮比试，选拔参与大会的人员。希望各位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，为宗门争光。宗门比试吗？还真是第一次参与。这女子先前在城里见过，结丹中期就能布置3个大型法阵，实力不俗。韩老弟，那可是赫赫有名的白凤峰宋玉峰主，你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，若是被穆师叔发现，那岂不是不妙啊？我说孙师兄怎么消失了数月，原来是筑基成功了，就不要消遣我这个小小的炼器修士了。嘿嘿嘿，韩老弟哪里的话呀！再说了，你孙哥我又不是那种势利小人，是不是？肃静，比试即刻开始。第一场，引剑锋孙火对阵白凤峰金荣。不说了，这第一场我要先上，得了名次，好还你零食。筑基期的战斗啊，确实好久没看到。
尹剑锋、孙火获胜。筑基一次成功，面对同阶游刃有余。这个孙火还有点意思。好。年轻一辈倒是出了些不错的人才，不过比起当年的你，还是差了不少啊。好，就让小辈们自行切磋吧。世剑大会还有些事宜，咱们议一下。恭喜啊，孙师叔！恭喜啊，恭喜！恭喜恭喜！牛刀吧！第二场，天拳锋韩立对阵火云锋林寻通。他和谁打呀？林寻通啊！李师兄加油！没想到在第一轮就遇到了韩师弟，知道韩师弟手段不少，可要手下留情啊！师兄，过奖了，请指教。比试开始！快看，天摇火脉，竟然不用葫芦就可瞬间释放火属性符上。火浪珠，哎呀，那可是了不得的法器啊！姓韩的那小子输定了，太厉害了！得小心点，不要伤到韩师弟。哎，完了，还看吗？这，哎，这种战斗的节奏还真有些怀念啊。这个数量应该差不多了。得小心点，别伤到他。别打了，我认输，我认输。林寻通认负。天拳锋韩立获胜。我的天，这也太有钱了吧！奢侈，简直是败家呀！有钱，真好。福禄不要钱似的，是哪个世家的公子吗？没听说过洛云宗有姓韩的世家呀。这家伙！哎呀，韩老弟，没想到韩老弟还是个富家翁嘛！下一场比试开始。哎，又开始了。不东胜。师兄，你怎么又躲到这儿来了？我找了一大圈啊！就这么点爱好，是啊，师兄在炼丹上的造诣，恐怕在整个天南都是排得上号的呀。大道至简，这炼丹呐，本就是以天地为红炉，御六气，恒五行，
半点马虎不得。哎，今日你不是去天道盟总部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刚见完2位盟主，木兰那边近期不太平，正魔2道也有异动，怕是有大事要发生。哦，哎呀，这各方长老怎么就没一个主动前去的呢？真是让老夫犯难呐！哎，也是，打又打不过，输的还不能太难看，不然又是落得一通奚落呀！哎呀，谁会愿意平白受这个气呢？哎呀，要是改成试丹大会就好了。哎，师兄不必为难，这次就由我带队去吧。不过，这最终参赛的弟子得由我来选。那就委屈师妹带队跑一趟了。只是这次啊，百巧院和古剑门都有太上长老的嫡传弟子参加，咱们呐赢面不大，不如派些新进弟子吧。师兄我呀，准备长期闭关了。师兄，要准备冲击元婴了？是啊，自从魏师弟那件事之后，老夫须顶着洛云宗第1结丹的名号，长达100余年。如今年岁已高，也该是时候了。不过师妹不必太过担心，有师尊准备的丹药，此次成功的希望尚且有20%之多。等此次大会结束，宗门就闭紧山门吧。师兄只管专心闭关，6方上下一定全力为师兄护法。启禀，启禀长老，最后一轮比试已经全部结束，弟子已将比试成绩抄录带来了。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看看吧。这次天阙峰竟有6人入选，其中还有2名炼气期10层的。我没记错的话，那2人应当是才入门数年吧。回禀长老，那位叫杜东的新晋弟子，手持顶级冰属性独门法器，上面雕刻着弯月图案，结合功法，攻守兼备，颇为了得。法器，多半是什么隐士家族留下的家底。姓杜，我心里大概有数了。另一人呢？另一人叫韩立，所学颇杂，应是散修出身，甚至还会些世俗界的武技。主要的攻击手段是符箓。葫芦？符箓，大量的符箓。又花了这么多，应该够用了吧？恭喜你啊，通过门内比试。师叔，门内有令，让你立即前往白凤峰，接受宋长老的亲自指点。弟子明白了。3宗交手不比门内比试，若是情势不妙，认输也比受伤强。多谢师叔关心，韩立记住了。好好准备吧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
部师叔怎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？真是搞不懂。罢了，先去白凤峰见见这位宋长老吧。这韩师弟不是练气期吗？看着普普通通的，他怎么能入选世剑大会的呀？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位韩师弟的比赛我可全看了，他出手那叫一个阔绰，符箓不要钱似的往外砸呀！啊，难道是哪个大家族的公子？那我可得去结交一番。有在这偷偷议论同门的功夫，不如多去修炼一二。是，师祖。进来吧。探测心神的秘术有点意思。你虽入门不久，但接下来会代表本门出战世剑大会，机会难得，有任何修行上的不解之处，都可以来问我。但是在这朝凤阁，你只能待3天，能体会多少，就看你的悟性了。结丹中期就会施展此等探测秘术，确实是天赋异禀。弟子明白。还得待3天吗？这3天银月能把灵草照顾好吗？韩立无意，杜东有鬼。看来他就是杜家的后人了。灭门之前，杜家和百巧院傅家交情不浅，若真是后继有人，拜入百巧院才更合理。看来多半是他们的案子了。不过宋师妹通明灵犀的神通，还真是越发厉害了。有她在，任何人想潜入都无所遁形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副长老竟提早出来迎接我的，真是受宠若惊啊！哎，白道友亲临，傅某自当是要前来恭候大驾的呀。好了，我们2个这么熟，就别相互吹捧了。不知此行能否拜见贵院的烈火前辈？家师可是托晚辈带好来的。院长大人自从上次与贵门金大门主切磋，结果稍逊一筹后，便与几位友人一同探寻秘境散心去了。此时并不在院内，不过其余几位长老倒是在的。哎，话说这落云宗的人还没到吗？哦，这不就来了？来得好啊！
星光雕，虽说只是5级要兽，但可以变化身形大小，作为宗门灵兽正合适。白凤仙子先前风日城一别，甚是想念呐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咱们就开始吧。那是自然，请吧，两位。诸位青年才俊，你们能获得本次的参会名额，想必也是各宗门内年轻一代中的高手。嘘，且听他们讲解规则。往届只是单纯比试，既然本次由我百巧院主理，那便加入点新规则吧。比试依旧是抽签进行2两对决，抽中的2人上场，然后先将此灵珠送至对方法阵的获胜，伤及对手性命取消资格，破坏场地机关的也取消资格。哦，有点意思。这百巧院为了争此榜首，还真是舍得。这是本届榜首的奖品，由3派高层准备的定灵丹一枚。此外，排名前10之人均可获得任选顶阶法器的奖励，亦可获得进入灵眼之术的资格。这还差不多，不用太显山露水也能过关了。3派试剑正式开始！多谢韩兄啊，这样的比试里，藏拙的余地可就多得多了。获胜者，古剑门梦迪。九灵剑体，有机会真想领教一下。那你当初为何不去古剑门呢？别埋汰我了，世家上门的做派，我可学不来。下一组选手，落云宗韩立对古剑门姚峰。哎，炼气对筑基，这差的也太多了。是，云宗已经如此没落了。就是。哎，韩老弟，对方是筑基修士，你可悠着点儿，一定得活着回来。不是吧？炼气期染上这个台？听说好像是个富家子弟。哼，只能说是有钱运气好啊。这就是各派好手，绝非花拳绣腿之辈。我说白凤仙子，怎么连炼气11层的弟子都通过宗门选拔了？啊？11层，宗门选拔时还是10层，看来最近又有精进。那倒是有点意思了。小子，早点认输吧，当众欺负个炼气期的小辈，我也不光彩。没事，我尽量让你光彩些。
什么把戏？查实，场地并未损毁。洛云宗韩立胜。过程虽有些取巧，但能同时激发如此多的火弹符，还可精准控制破坏范围。看来手法上还真下了一番苦功啊！但终究只是练气气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且看最后前10名花落谁家吧。洛云宗穆佩灵胜。洛云宗孙火胜。洛云宗韩立胜。洛云宗陆东胜。白道友和白凤仙子当年可都是世剑大会的优胜者，此番也算是故地重游了。遥想当年，我为古剑门夺得魁首已过100载，而时至今日，这魁首之位依然为我古剑门所夺。2位道友，承让。可惜这定灵丹缓解结婴心魔的作用，对九灵剑体注意不大。不知白道友可有意愿与我们交换呢？你这老家伙，从头到尾都是算计。不过这次洛云宗的成绩倒是有点意思，前10之内竟有4人入围，其中2人竟还是练气气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器啊！要不是主人刻意放手，他那个什么宝贝九灵剑体，还不是随手便打杀了？我又不是什么杀人成性的青年老魔，不过
此地不愧是3派气运所系，还不知有多少结丹修士藏于暗处守备。人都到齐了，本次事件大会已然结束。按照约定，排名前10的弟子已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进入。这禁制不错，能将这通天巨木的气息隐藏得如此彻底，若有机会，定然要仔细参详一番。这树长这么大，还不得数万年了，竟能保留到现在。没在当时的大战中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头痛了一下。不愧是3派高层联手布下的阵法，神识隔绝，无法探查。元婴修士。蓝师伯，您怎会在此？嘘，没看到正下到关键之处了吗？等老夫下完这盘棋再说。遵命。赢了，赢了！蓝前辈棋艺高超，晚辈甘拜下风。魏师侄，你没有故意相让吧？若是故意留手，老夫可就不开心喽。岂敢欺瞒师叔？果然啊，还是老夫棋艺高超呀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一会儿再继续。老夫先办正事。白师侄，你加入古剑门多久了？回师伯，晚辈入门已有100余年了。哦呦，100多年了都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师伯此话何意？何意？你身为正道盟浩然阁阁主的关门弟子，却在本门一待就是这么久，可曾想过回去看看令师啊？此话当真？哼！白道友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千万别做傻事。老傅啊，没想到也由你来教训我。老白，别做傻事！
本门的太白化气少，岂让你对付同门的？好了，来人，将他带下去，关入困龙窟。等我们几个老家伙商量完，再行处置。是。元婴剑修，竟能将剑气修炼至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步。不过这儿还有一个，不知是什么来路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，老夫要继续下棋了。没想到白道友竟是……他在古剑门地位不低，此番事情败露，恐怕后续的影响会不小。还不知道其他门派之中被安插了多少细作。唉，咱们这天道盟号称是中立，但夹在正魔两道之中，又谈何容易啊！此术就是灵眼之术的核心了。此圣术以人通灵，竟好似活物。喂，师兄，你是当年那个小丫头，已是结丹修士了。程师伯得知你出关，问你何时能回去，他一直在等着你。哦，冯师兄也非常挂念你。好了，当年的事莫要再提。我进入此地时就发过毒誓，一日不结鹰，便一日不出山。况且宗内有你们在，足矣。春夜还未到汲取的最佳时机，我先将明清灵水最后一步调配完成，你们先在此静待片刻。韩兄，你叫我。我记得你精通土遁之术，能否从地下乾隆的光照之中，为我取一件灵眼之术的树根出来？好，我试试。难道此人还有同伙？能在我神识探查之下藏匿的，只有在场的3位结丹修士。是谁？韩兄，这灵眼之术根部同样有光照禁制。我虽然有办法可以强行遁入，但不敢保证不惊动那个同样在罩内的结丹修士。且先回来，估计此地不久之后会有一场混乱。上述禁制出事了，外面突然出现一群人在攻打外阵，不仅有结丹系，还有元婴老怪。还是不许主持大阵了，你们2位随我前去策应。我会守好这里的。在此期间，凡进入此地的，就地格杀。你们这些低阶弟子，先去静室躲避吧。
听这动静，像是元婴级的大战。如此手笔，除了正道和魔道六宗，也不做他人想了。韩老弟，咱们这也算赶上大事件了吧？重重禁制之下，还能有这么大动静？这上面估计是元婴大战了吧？这元婴大战得打成什么样子呀？这我倒是见过。希望宋师叔能平安无事。真没想到，古剑门的白师叔竟是正道盟的奸细。那位前辈，说起来也是一位可怜之人。小杜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韩师兄，你认为在下说的有道理吗？我对白师叔不太了解，不好妄自评价。是吗？我倒是觉得，小杜，你没听见我问你话吗？听得见，只是实在没有兴趣回答废话。且慢，你到底是谁？魔道六宗之一，千幻宗少主。这个答案是否令大家满意？白师叔，白道友倒是悠闲。魔道贼子，休要阴阳怪气！若非那老怪物还想留我性命去谈交易，今日差点就陨落于此了。我也没想到那火龙老怪物会亲自出马，不过一切都在预料之中。恩师叔和贵阁的金镜前辈应该能为我们争取足够的时间。莫要轻举妄动，老实点！大罗千幻诀，不愧是千幻宗正派秘法。要说这藏匿逃逸的本事，天南无出其右。是，正道、魔道都来了。韩老弟，小子，早看你不顺眼了。咦，就这么死了？你这是作甚？这些弟子当中有一个天恨老怪的嫡系后人，切不可贸然出手。哟，哼，真没气儿了。这姓韩的有古怪，我怀疑他故意隐藏实力，是故先下手为强。这天恨老怪物的后人绝不会是此人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好了好了，剩下的人就全都躺下吧。走吧。绝，天南无出其右。韩兄，观我这天湖迷灵大法如何？是不是在那大罗千幻诀之上啊？的确不错，不过若是他们修为再高些，就不一定能瞒过去了。韩兄，地灵丹也拿到了，咱们撤吧。不，跟上去看看。
确实宗主手牌不佳，但是不行，就是不行。魏兄，别忘了，你可是天煞宗的人，在这待久了，还真把自己当成这儿的一份子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程长老待我如亲子一般，不仅救我性命，传我神通，还力排众议，意图让我接掌落云宗。恩情累累，实在难以偿还。魏兄所言，白某亦是感同身受。只是假的，终究是假的。令牌中师尊留言，正魔两道在木兰草原附近发现了一株上古时期的玄天仙藤。为了救活这仙藤的一丝缥缈可能，竟不惜代价将我们这些潜伏在三派多年的案子一口气全部启动。纯叶我可以分给你们，但这圣树本源乃三派根本之所在，是断不能让二位染指的。白道友，仙藤势大，把纯叶给我们，我们便离开。玄天仙藤，怪不得正魔两道如此舍得下本。他怎么在这里？那外面是何人正在御敌？难道说……希望二位说到做到。圣树纯叶乃我三派至宝，岂能拱手自提？果然是三派高层联手设局。此事老夫是断不能答应的。很好，你们既然主动跳出来了，那老夫倒也不用再辨别了。不可能，你们不是去外面支援了吗？就凭本老怪和精进书生俩人，就能让我们无暇分身？此时啊，他们应该被城旅两位道友困住了。现在外面的动静，是老夫叫人故意搞出来的。不给你们一个教训，还真以为我们天道盟软弱好心呢。老夫不愿以大欺小，是你们束手就擒呢，还是让老夫活动一下手脚呢？安施主，大事不妙！罗云宗程长老发来传音符，他们和派去的修士中了埋伏，除了有千幻宗和好人阁，还有天煞宗的人，如今正陷于苦战，急需增援。好啊，你们这些魔崽子，竟给我们几个老家伙玩套中套，看老夫不活剐了你们！借体施法，你是天煞真君？棋差一招啊！附身大法不对，似乎更为精妙。看来师叔这人实力还在基因之上。这星位的蛰伏之前就被种下刻印了吗？为何会突然启动？难道是那个令牌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火龙童子，蓝道友见多识广，认出了本宗主。可惜啊，今日不是真身之死，无法尽情切磋一番。我用这具附身之躯拖住他，你们务必把纯叶带回去。是。走。
音乐，你马上回去，继续变化成我重伤的样子，我会尽快返回与你会合。主人，我刚才已经演成尸体了，这还怎么重伤啊？想办法。救命！好飞子！这些毒瘴也奈何不了老夫。只要让你不痛快就行。这是天煞诀，凭据化身就想引我煞气反噬。今日老夫定要拖住你。都走了，该行动了。邪魔外道，竟然利用自己的亲传弟子做死剑！彼此彼此。看来是真不想让我们走啊！分头对踢，正合我意。大师兄，不要一错再错了！师妹，我回不去了。都是些蠢材。童子就这点本事吗？怎么束手束脚？我不是怕伤了这圣树吗？休想动圣树一分一毫！还真有些棘手啊！就凭你一个人，还是附身状态，护不住他们的。谁说我要护住他们来着？生死本无常，若是惜命，怎能逆天而行？今日便用这逆徒一身精血，让你见识一下紫罗玄功的真正威力。你竟然连自己门人都不顾了！如此一来，他必死无疑。这逆徒与落云宗那些废物为伍，早已背叛了本宗，自是死不足惜。准备接招吧！真麻烦！哎，小老二，你去哪儿？老夫再和你纠缠下去，那俩小子要跑了，杀了那俩小兔崽子不就得了？我们此次付出这么多，不会让你轻易破坏的。本是绝对的劲敌，却成了灯下黑的盲区。事不宜迟，
拿到灵兽根部，速速离开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奉命守在外围？哼，今日此地还有以真面目示人之人吗？既然遇见了，那就去死吧！且等后期。藏得这么深，是老夫看走眼了。道友究竟是哪一派的？难不成是陆云宗的暗子？没想到还藏着你这么一位。明知得不到答案，道友又何必有此疑问？天道盟早已千疮百孔，整个天南都是。那一天已经不远了，可惜还是没能完成使命。这所谓整数，就给老夫陪葬吧！这虫子，难道你是？此等自毁之法，此前从未见过，连楚代都没有留下。正道、魔道，不对，都不对。天南和乱星海都没有见过这种。是哪个势力派来的疯子？此生术对三派和天道盟过于重要。若是伤其本源，难免打破天南的势力平衡，还是少取一点吧。知识、功法以及炼丹心得，其中还有定灵丹和明清灵水的炼制之法。那名魏姓修士为何将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并留在此处？难道是已经预知到了自己的命运？怎么办？好生棘手啊！要不把这些人都灭口？哎呀，哎呀！你嘀嘀咕咕什么呢？如实应对不就好了？
就说高价买了幻术符，重伤时保全性命。可是刚刚那一下，看上去可不仅仅是重伤吧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此物为忘尘丹，多给他们吃几颗，就不记得此间之事了。动作快些，估计上面的战斗快结束了。主人为何熟忍至死呀？咱们昏迷的时候，肯定出了什么大事儿，而且那个小洞也不见了。各位长老的脸色，一个比一个难看。我怎么好像忘了什么事儿似的？是不是给他喂的太多了？无妨。